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？身为无上传承者，那么也需要更多的机缘给予他们推进这盘大棋的走向。吾对你们非常看好，为了能够让你们尽快触及无上之境，吾早就为你们准备好一场来自无上的机缘。在无上明神说出无上机缘的那一刻，萧炎、灵动、沐尘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要知道，无上的机缘那可是在整个大宙都微乎其微，几乎运气再好的人都无法遇到无上机缘。可他们三人乃是天命之子，或许是最有希望成为纪元之子的人选，但他们的道路其实早已经被铺好，他们所走的路都是被安排好的路，或许他们自己已经迷迷糊糊的知晓，可是这也并不代表什么，他们就是自己借着被安排好的路往上飞，也是一种自身被赐福的机缘。而这样的一个机缘可不是什么人都拥有的，所以他们为何能够成为越级挑战比自己更强大的对手，也是自身的强大天赋和恐怖的战斗力。你们三人的传承者，一个传承神火，一个传承祖符，一个传承原始法身。你们的实力达到主神之境后，想要再提升实力，就必须需要这三样大宙的神物的本源。你焚神的传承者，如今应该已经拥有了5道神火以及1道地火，如果再加1道神火，就你的实力应该就可以提升到大道中期，能够让自己提升大道中期。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，简直是无比的激动。要知道，自从自己实力达到大道主神之后，萧炎的修为就没有寸进，毕竟这可不是天位神，靠着吸收神渊之气就可以提升实力。所以在听到无上明神这么一说，自己又能够获得1道神火提升实力，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。说到神火，也不知道无上明神口中的神火是排名第几的神火。你体内的神火应该改排名第2、第3、第6、第8、第9。仅仅在无上明神的目光注视下，就被感应出了自己体内的5道神火排名。这无上明神的实力究竟是多么的恐怖！刚好在这彼岸冥河之中有1道神火，它的名字叫炼狱，排名9道神火第7名。但是炼狱神火一直存在于彼岸冥河之中，它所携带的乃是有着冥河之力，一旦不小心就会被冥河之力所轮回。它有些特殊，想要将其收服会有些困难。不过以你言之一道的造诣，应该可以勉强收服炼狱，但还是要小心一些，毕竟炼狱存在于彼岸冥河之中，这里便是它的主场，对于你来说可谓是无比的被动。原来排名第7的炼狱神火一直存在于神冥界的彼岸冥河之中，难怪一直没有找到关于炼狱神火的消息。要不是这一次自己来到了神冥界，恐怕都难以找到这道炼狱神火。而且这炼狱神火的本源之中携带着冥河之力，想要彻底的收服它，恐怕也并非那么容易。9道神火可都是万火之神，即便是炼狱排名第7名的神火，但也不能小看。况且拥有冥河之力，这对于萧炎来说也是一种挑战。在与萧炎沟通完之后，无上明神的目光转向了灵动、沐尘2人。你是符神的传承者，你的身上有10道祖符气息，看来已经全部集齐了。但是你应该已经知道，祖符现在的力量并非是真正的全部力量，而想要激活出祖符的真正力量，那就是需要将祖石蜕变成祖神石。这样一来，你的10道祖符就有机会逐一的发挥出祖符的全部力量，那就是被称之为神符。无上明神宛如知晓世间所有的秘密，他的每一次张嘴就是能够从萧炎、灵动、沐尘身上的秘密讲出来。想要在对方面前隐瞒秘密，那根本就不存在。对，我一直也在寻找让祖石蜕变成祖神石的方法。之前我听说，想要让祖石蜕变成祖神石，需要无上神韵之气。在我突破大道主神之后，我利用了大道之法，配合祖石与感应，引出天地间的无上神韵之气，结果根本就不存在无上神韵之气。我想，即便是真的感应到了，怕都是极其的难以捕捉。灵动的确在自己突破大道主神之后，之前利用大道之法去引出无上神韵之气，结果可想而知，没有引出半点无上神韵之气，就仿佛世间中根本就没有祖灵所说的无上神韵之气。然而此话传入到无上明神的耳朵中后，他带着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解释道：这无上神韵之气充满着无数的变数，想要在9大界中恐怖难以捕捉。换一句话说，在如今的9大界之中根本就不存在无上神韵之气，也就是这个原因导致了你无法感应到无上神韵之气。此时灵动也终于得到了一直以来对自己造成困惑的问题，得到了相应的答案。原来这一切就是因为9大界没有无上神韵之气。当然，今日我将你们引导来此，就是要赐予你们1道无上的机缘。同样，在这彼岸冥河之中有存在着这所谓的无上神韵之气，只要你能够感应到，再将其引出来的话，那么你的祖石就会有很大的几率蜕变成为祖神石，届时你就能够激活祖符的真正力量，而你也能够得到自身修为实力上的突破，甚至还有意想不到的机缘。即便是沉稳无比的灵动，在听到这里有无上神韵之气以及还有意想不到的机缘后，他的脸上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兴奋。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一种力量上的渴望与追求。灵动也坚信自己只要让祖石蜕变成祖神石，那么自己一定会在实力上得到一次大蜕变的飞跃。至于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，
谁也不清楚，但时间会告诉大家，将10道祖符的真正力量全部激活，那将会给灵动带来什么样的大提升和大变化。你是法神的传承者，继承了法神的意志，拥有了8座原始法身，但你应该知道，你的8座原始法身也同样没有让法身发挥出真正的力量，因为与他一样缺少无上神韵之气。你只要获得无上神韵之气，那么你现在所拥有的8座原始法身也都会大蜕变，成为太初法身。太初法身嘛，我之前融合了8座原始法身之后，诞生出一座全新的法身，我称之为太初世界体。这座法身体内似乎也蕴含着太初之力。牧尘出声道：你所融合出来的太初世界体也不过是原始法身之间的融合，可一旦你的原始法身蜕变成为太初法身后再去进行融合，那么你将会获得让你意想不到的力量，而你的实力也将会有大大的提升。闻言，牧尘的脸上也挂起了无比激动的兴奋笑容。能够让原始法身爆发出真正的太初之力，这一场的无上机缘对于牧尘来说简直就是做梦一般，这样好的事情来得太突然了，或许这就是无上传承者的原因之一。那么你们的无上机缘就在彼岸冥河之中，吴待会将你们3人一同带入到你们各自的无上机缘之中，至于你们是否可用把握住这一次的无上机缘，就要靠你们自己了。无上冥神说得好，既然我们是无上的传承者，我们会全力以赴，这一场无上机缘我们一定会把握住，不会让无上冥神失望。尽快将大布局计划走在那些暗黑魔物的大计划之前。萧炎、灵动、牧尘的双目之中散发出各自不同的一道金光，金光中充满着他们的坚定之意。无上冥神的双眸如深渊一般深邃，凝视着萧炎、灵动、牧尘，仿佛能洞悉一切。突然，他的双手开始编织出玄奥的印记，每一个手势都显得庄严肃穆。随着他指尖的舞动，一道黝黑色的能量自他指尖绽放，如同夜空中最明亮的星辰，散发着一种莫名的吸引力。那能量在他的操控下逐渐凝聚成3道旋转的黝黑能量球，它们围绕着萧炎、灵动和牧尘高速旋转，形成一个漩涡。每一次旋转都带起一阵阵空间的扭曲，仿佛要将周围的一切都吞噬进去。漩涡中的波动越来越强烈，它们散发出的恐怖气息让空气都变得凝固起来。就在这时，无上冥神再次注入了自身的神力，那漩涡瞬间爆发出一股强大的吞噬之力，如同一头觉醒的古兽，张开了它那无底的深渊之口。萧炎、灵动和牧尘仿佛感受到了威胁，但是这漩涡并不是来攻击他们的，而是将他们散热传送到彼岸冥河的各自无上机缘水域。他们的身体被漩涡中的强大的力量所牵引，不由自主地被漩涡吞噬。而竟在被吞噬的一刹那，他们似乎听到了无上冥神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：3位无上传承者，接下来的路就靠你们自己走了。下次见面时，希望你已经登顶无上之境。声音中充满了鼓励与期待。随后，无上冥神的神识消散在空气中，而刚刚所变化出来的全新世界却是没有一丝变化。而这就是无上法则，只要无上法则存在，这个世界就会一直用在，除非无上法则出现改变。随着无上冥神的神识消散，明月也缓缓闭上了眼睛，他的身影再次沉浸在一片宁静之中，仿佛一切尘埃落定，只等待新的奇迹诞生在彼岸冥河的阴沉水域。突兀地涌现出一股强大力量的波动，虚空震荡，仿佛连时间和空间都在这一瞬间扭曲变形。巨大的震动自河底升起，一股莫大的震动撕裂了沉寂的空间，就仿佛古老封印的束缚被无形之力挣脱，冥河之水开始逆旋，形成一个深不见底的漩涡，似乎要吐出被吞噬进去的东西。就在这一刻，一道身影伴随着漩涡的反转，如同幽灵般浮现于一片散发着一丝炙热的幽紫空间之中。黑袍青年萧炎站在这一片水域空间中，他的黑袍随风猎猎作响。萧炎目光如电，凝视着眼前那充满青色的空间。更令他震惊的是，那些原本狂暴的冥河之水，在一股无形力量的作用下，竟然被生生隔绝，仿佛无形之墙将他们无情地排斥在外这处水域空间中。四面环山，高大的山峰巍峨伫立，刀削般的山壁折射出青色的光芒，宛如梦境中的幻景。山壁上炙热的能量波动如火焰般跳跃，似乎每一寸石壁都蕴含着古老而强大的力量，让人不禁感受到一种来自大地深处的恐怖力量。萧炎能感觉到脚下的大地在颤动，仿佛是这片大地在对萧炎的到来表示不满。然而他并未退缩，反而更加坚定了探索的决心。他知道每一个震撼的瞬间都是隐藏在这里的那一道炼狱神火的不满。